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是太震撼人心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情和亲情交织在一起，有时候会创造出奇迹。故事的主人公叫小文，是浙江杭州一个富裕家庭的独生女。她爸爸徐总是当地知名的房地产商，家里条件非常好，小文从小就在蜜罐里长大。她今年28岁，在一家跨国公司做高管，年薪100万，是典型的白富美。小文性格开朗，长相甜美，追求她的人可以从公司门口排到西湖边。但是小文对待感情却很认真，一直没有遇到让她心动的人。直到去年，公司安排她去台湾出差，认识了同行业的阿正。阿正是台北人，32岁，在台湾一家医疗科技公司担任研发主管。他家境普通，爸妈都是小学老师。但阿正很争气，从台大医学院毕业后，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医疗科技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小文啊，第一次见到阿正，我就觉得这个男生不简单。我每次讲到这里都忍不住感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身上没有那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气息，特别踏实，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小文和阿正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联系，慢慢的，两个人从同事变成了朋友，又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虽然两人隔着海峡，但感情却越来越深。阿正经常从台湾飞到杭州看小文，小文也时常去台北找阿正。两个人约定好，等再相处1年，感情更稳定了就见家长，考虑结婚的事情。就在两人感情正甜蜜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小文的爸爸徐总突然在一次商务饭局后回到家就晕倒了，紧急送医检查后发现是脑出血，情况非常严重。医生说需要立即手术，但手术风险极高。小文当时崩溃地给阿正打电话，他们说即使手术成功，爸爸也可能会有后遗症，甚至可能成为植物人。徐总被紧急送入了杭州最好的3甲医院，做了紧急开颅手术。手术虽然保住了徐总的性命，但是他依然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告诉小文和他妈妈，徐总的情况很不乐观，醒来的几率只有30%，而且即使醒过来，也很可能会有严重的后遗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小文和妈妈几乎崩溃。小文立刻请了长假，天天守在医院照顾爸爸。同时，他开始四处打听国内外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我带着爸爸的病历和检查资料，跑遍了北上广的顶级医院，甚至联系了美国、日本的专家会诊。小文红着眼睛告诉我，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拼了命的想救爸爸。为了给爸爸治病，小文卖掉了自己名下的豪宅和跑车，变卖了所有奢侈品。他妈妈也把家里能动用的资产都用上了。短短3个月，他们家已经花了将近1000万人民币，但徐总的状况却没有明显好转。最让小文心碎的是，很多原来和徐总称兄道弟的商业伙伴，在得知徐总病危后，不但不来看望，反而开始抽身撤资，生怕被连累。有些甚至趁机落井下石，想要低价收购徐总的公司股份。世态炎凉啊，我每次说到这里都忍不住叹气。很多人只在你顺境时做朋友，一旦你遇到困难，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了。就在小文最绝望的时候，阿正从台湾赶来了。他看到憔悴不堪的小文，心疼得不得了。了解了徐总的情况后，阿正马上联系了台湾的医疗资源。小文，我觉得叔叔的情况在台湾可能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台湾的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有很多独特的疗法，我认识几位这方面的专家，要不我们试试看？阿正提议道。这时候的小文已经快要绝望了，听到阿正的建议，立刻同意了。但是要把重症病人转院到台湾，手续非常复杂，风险也很大。阿正二话不说，立刻回台湾开始张罗。他联系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是他在台大医学院的师兄。经过视频会诊后，对方表示愿意接收徐总，并且认为有新的治疗方案可以尝试。接下来的事情让小文感动得不行。阿正不仅帮忙联系了台湾最顶尖的医疗团队，还亲自安排了医疗包机，全程护送徐总从杭州转院到台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阿正甚至请来了2位重症监护专家全程陪同，你知道吗？当时我爸爸的情况特别危险，
需要特殊的设备才能保证转运过程中的安全。那些设备阿正都一一准备好了，连给我爸爸准备的救护车都是特别定制的。小文说到这里，眼里满是感激。到了台湾后，徐总被直接送入荣民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下来的事情让小文大开眼界。首先，台湾的医生对徐总进行了全面检查，使用了很多大陆医院没有的先进设备，比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相结合的技术，可以更精准地评估脑损伤区域的功能状态。台湾的医疗环境真的让我惊讶。小文告诉我，病房里的设备非常先进，而且护理人员的比例比大陆高很多。我爸爸一个人就有2个专职护士照顾，24小时不间断。更让小文感到温暖的是，台湾医院的人文关怀。医生不仅关心病人的身体状况，还会照顾家属的情绪和心理需求。医院甚至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定期和小文及他妈妈交流，帮助他们调整心态，学习如何照顾脑损伤患者。阿正的师兄，神经外科主任陈医师，根据徐总的情况制定了一套综合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神经调控、高压氧治疗和早期康复介入等多种方法。台湾的医疗体系和大陆有很大不同，阿正向小文解释，这里的医保制度非常完善，即使是像叔叔这种复杂的大病，自费部分也比大陆少很多，而且医患关系更像是伙伴关系。医生会把所有的治疗方案和风险都详细告诉你，让你参与决策。小文这才知道，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覆盖了绝大部分医疗费用。虽然徐总作为大陆居民不能直接享受健保，但即使是自费，总体费用也比在大陆便宜很多。因为在台湾，医疗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福利。我在大陆的时候，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医疗条件肯定也不怎么样。来了才知道，人家的医疗水平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我们很多。小文感慨道，徐总在台湾接受治疗的第3周，奇迹出现了。他的脑电图开始有了明显变化，对疼痛刺激也有了反应。到了第4周，徐总竟然睁开了眼睛。虽然还不能说话，但已经能用眼神和简单的手势与人交流了。医生们也感到非常惊喜，因为按照徐总受损的脑组织范围，他能恢复意识已经是个奇迹了。但更奇妙的事情还在后面，在台湾医疗团队的精心治疗下，徐总的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他开始能说简单的词语，能认出家人，甚至开始尝试在护士的帮助下坐起来。台湾的康复理念真的很先进。小文激动地说，他们不是等病人完全稳定了才开始康复，而是在重症阶段就同步进行早期康复干预。我爸爸每天都有不同的专科医生来查房，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科、中医科，甚至还有音乐治疗师和宠物治疗。是的，你没听错，宠物治疗。台湾有些医院会定期带训练有素的治疗犬来陪伴病人。研究显示，这对脑损伤患者的情绪和认知康复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台湾的中医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针灸、推拿、中药等传统疗法与现代医学完美结合，加速了徐总的康复进程。在大陆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基本没希望了，让我们做好最坏的准备。小文哽咽着说，但在台湾，医生从来不说没希望这3个字，他们只会说我们一起努力。随着徐总病情的好转，小文也有了更多时间了解台湾的医疗体系。他惊讶地发现，台湾的医生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社会地位很高，普遍收入稳定，不需要靠红包和回扣来增加收入。而且台湾的医患关系相对和谐，医疗纠纷远比大陆少。台湾的医生非常注重和患者家属的沟通，小文说，他们会定期组织家属会，详细解释病情和治疗计划，甚至教家属一些简单的护理技巧。这让我和妈妈感觉自己也是治疗团队的一部分，而不是局外人。在徐总住院的2个月里，阿正几乎天天来医院。他不仅照顾小文和他妈妈的生活起居，还充当翻译和协调者，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医疗团队沟通。阿正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在徐总的治疗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那段时间，阿正简直就是我的定心丸。小文感动地说，每当我崩溃的时候，都是他抱着我，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看到女儿和阿正的互动，
徐总虽然还不能流利表达，但眼神中充满了赞许和感激。有一次，当阿正离开病房后，徐总艰难地拉住小文的手，用含混不清的话语说：“好，女婿。”这句简单的话让小文喜极而泣。这是父亲对阿正的认可，也是对他们感情的祝福。3个月后，奇迹发生了。徐总不仅完全恢复了意识，说话也越来越流利，甚至可以在轮椅上活动了。虽然还有一些行动不便和记忆障碍，但相比医生最初的判断，可能终生昏迷或成为植物人，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进步了。徐总住院半年后，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回去之前，徐总专门找来了主治医师陈医师和所有的护士，郑重地向他们鞠躬致谢。他说，如果没有台湾医疗团队的精心治疗，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出院那天，徐总虽然坐在轮椅上，但精神状态已经好了很多。他拉着阿正的手说：“谢谢你，孩子，是你救了我的命。以前我总觉得台湾那么小，能有什么好医院？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人家的医疗水平这么高。”阿正谦虚地说：“叔叔，这都是医生们的功劳，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徐总摇摇头：“不，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就永远躺在杭州的病床上了，甚至已经……”说到这里，徐总的眼圈红了。回杭州之前，阿正还特意为徐总安排了后续的康复计划。他联系了杭州一家和台北荣民总医院有合作关系的康复中心，并且详细交代了徐总的病情和治疗进展，确保徐总回大陆后能得到连贯的治疗。不仅如此，阿正还每周安排视频会诊，让台湾的医生团队能够远程指导徐总的康复过程。我对大家说，这种跨海峡的医疗协作在以前真的很少见。回到杭州后，徐总的康复之路仍然漫长，但有了台湾医疗团队的远程支持，加上家人的悉心照顾，他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半年后，徐总已经能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言语能力也恢复了8、9成。这期间，阿正也经常飞到杭州看望徐总。每次来，他都会带上台湾的特效药和营养品，还会亲自为徐总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阿正的专业和贴心，让徐总越来越喜欢这个准女婿。阿正不仅医学知识丰富，为人处事也特别得体。徐总常常对亲友们夸赞阿正，这孩子虽然家境普通，但眼界和格局一点都不小。最重要的是，他是真心实意的爱我女儿，也真心实意的关心我们全家。有一次，徐总的一个老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阿正正在耐心地教徐总做康复训练，感慨道：“老徐啊，你这个准女婿真不错，听说他是台湾人。”徐总笑着点点头：“是啊，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康复，好参加他们的婚礼。”听到这里，小文和阿正都羞红了脸，但是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两岸婚姻虽然常见，但毕竟涉及到很多政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需要2个人一起努力克服。阿正，如果我们结婚，你是打算留在大陆发展，还是希望我去台湾？某天晚上，小文终于问出了这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阿正思考了一会儿说：“其实我觉得两边都可以。台湾的医疗条件好，生活节奏也没有大陆这么快，但大陆的发展机会多，而且你的事业和家人都在这里，要不这样，我们可以先在大陆住一段时间，等叔叔完全康复了，再考虑去台湾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哪里更适合我们。”这个提议让小文感动不已。阿正并没有要求他放弃事业跟着他去台湾，而是愿意为了他的家庭先到大陆发展。这种包容和理解更加坚定了小文对这段感情的信心。不久后，阿正向公司提出了调职申请，希望能到杭州的分公司工作。由于他的专业能力出色，公司很快就批准了。就这样，阿正正式成为了杭州的新住民。台湾女婿的身份让阿正在杭州很受欢迎。徐总的朋友们都很好奇这位神奇的台湾女婿，纷纷邀请他参加各种聚会。阿正的谦逊和专业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阿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徐家的命运，也给徐总的公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原来阿正在台湾从事的医疗科技研发工作，恰好是徐总公司想要涉足的领域。徐总的公司主要做房地产开发，但近年来一直想转型进入养老和医疗产业。阿正的专业背景和人脉资源
正好填补了公司在这方面的空白。在阿正的建议下，徐总的公司开始与台湾的医疗机构合作，引进台湾先进的医养结合模式，在杭州开设了一家高端康复中心。这家康复中心采用台湾的管理经验和治疗理念，很快就在当地医疗市场站稳了脚跟。台湾的医疗服务是出了名的好。我插话道，那边的医护人员不仅技术过硬，服务态度也特别温暖。我有个台湾朋友说，他们那边的医院护士会把病人当亲人照顾，真的是把视病如亲这4个字做到了极致。没错，徐总的康复中心就是学习了台湾的这种温暖医疗理念，不仅关注病人的身体康复，还注重心理疏导和家庭支持。中心聘请了几位台湾的康复专家常驻指导，还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去台湾进修学习。这种海峡两岸的医疗合作模式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台湾的医疗服务这么好？台湾和大陆的医疗体系有什么本质区别？通过阿正的介绍，小文和徐总逐渐了解到了台湾医疗体系的特点。首先，台湾实行全民健保制度，几乎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虽然健保费用需要个人、雇主和政府3方共同承担，但整体费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让绝大多数人都能负担得起。在台湾，一般看病真的很便宜。阿正告诉徐总，普通门诊只需要挂号费加部分负担费，总共不会超过50元新台币。即使是住院，个人需要负担的部分也很有限。其次，台湾的医疗资源分配相对均衡。虽然台北等大城市的顶级医院更多，但台湾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医生到偏远地区服务，确保全岛居民都能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第三，台湾的医患关系相对和谐，医生的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不需要通过灰色收入来补贴生活。患者也普遍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医疗纠纷相对较少。最重要的是，台湾的医疗服务真的很贴心。小文感慨道，我爸住院的那段时间，医护人员不仅关心他的病情，还会关心我和妈妈的情绪和身体状况。有时候我们太累了，护士长还会主动劝我们回去休息，说他们会好好照顾爸爸。这种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成为了徐总康复中心的核心价值观。中心开业后，不仅吸引了很多当地的患者，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前来就医。徐总的公司通过这个项目不仅成功转型，还带动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徐总常说，如果没有那场病，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台湾的医疗服务这么好。如果没有阿正，我的公司可能还在为转型苦恼，这真是因祸得福啊。随着徐总身体的恢复和公司业务的顺利转型，小文和阿正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我们决定在两地各办一场婚礼。小文兴奋地告诉我，先在杭州办一场中式婚礼，让大陆的亲友参加，然后去台北办一场西式婚礼，请阿正的亲友和医生们参加。这样两边的亲友都能见证我们的幸福。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小文和阿正也在思考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阿正的父母希望他们能经常回台湾住一段时间，徐总夫妇则希望女儿能在身边照顾。两全其美的办法是，他们决定在杭州和台北各有一个家，平时主要在杭州生活和工作，每年寒暑假带着徐总夫妇去台湾住一段时间。台湾的气候比杭州好多了，徐总笑着说，冬天不那么冷，夏天也不那么热，而且空气特别好，非常适合养老。就这样，一场危机不仅让徐总获得了重生，也让小文找到了真爱，更为徐总的公司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这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当地的一段佳话。在杭州的婚礼上，徐总特意邀请了当初在台湾救治他的医疗团队。陈医师和几位主要的护士长专程从台北飞来参加婚礼。婚礼上，徐总拄着拐杖，亲自为女儿送嫁。当他把小文的手交到阿正手中时，激动地说，阿正，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能亲眼看到女儿出嫁。我把最珍贵的宝贝交给你，希望你们一生幸福。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湿了眼眶。阿正郑重地点点头，叔叔，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小文，也会一直把您和阿姨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两岸一家亲，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婚礼上最感人的环节是徐总的一段讲话，他站在台上，回顾了自己的生病经历和在台湾的治疗过程，深情地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家人，没有健康，再多的财富也是空的。没有家人的爱，再成功的事业也没有意义。我这次能活过来，靠的就是亲情和爱情的力量。他特别感谢了台湾的医疗团队，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是台湾的医生护士们给了我重生的机会。他们的专业和爱心，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医者仁心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的经历，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先进的医疗理念，促进两岸在医疗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婚礼结束后，小文和阿正带着两边的父母去台湾度假。徐总走在台北的街头，看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和热情礼貌的市民，感慨良多。以前只听说台湾经济不行，现在亲眼看了才知道，人家的生活品质一点都不差啊。街道干净，人们有礼貌，医疗服务好，食品安全有保障，这才是真正的富啊。阿正的父母也非常喜欢小文。阿正妈妈说，小文虽然是大陆来的千金小姐，但一点架子都没有，特别懂事贴心。这孩子嫁到我们家，我们真是捡到宝了。两家人其乐融融的场面让我不禁感叹，这就是爱的力量啊！它能跨越地域的界限，打破文化的隔阂，创造出真正的奇迹。小文和阿正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两岸融合的美好前景。尤其在医疗领域，两岸各有所长，如果能优势互补，一定能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台湾的医疗体系确实有很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比如全民健保制度、人性化的医患关系、完善的基层医疗网络等。而大陆在医疗技术研发、大型医疗设备普及等方面又有自己的优势。两岸医疗如果能深度合作，必将创造出更多像徐总这样的医疗奇迹。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我总结到，爱情有时候真的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小文和阿正的故事告诉我们，真爱不仅能跨越海峡，还能战胜病魔，改变命运。希望所有听故事的朋友都能遇到那个愿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更是一个两岸医疗交流与合作的缩影。通过这样的民间交往，两岸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正如徐总常说的，心近了，海峡就窄了，情深了，未来就亮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